别慌，别慌，冷静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我为什么要这么晚出门？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近路？千万别过来啊！这是个杀人犯！快走快走快走！往左边3步有一条岔路，快走啊！谁在说话？滚开！什么东西？蠢狗，你暴露位置了。偷袭要安静，懂不懂？我是在救人，我在吓唬他。吓唬？你是在通知他我在这里，来打我呀？我能听懂狗说话，我还能听懂猫说话。我疯了，还是我撞到头了？走了走了走了，吓死我了！还好我嗓门大。嗓门大有用的话，驴就是万兽之王了。那个，我可以出来了吗？碰上杀人犯都给鼠吓死了。我能听懂猫和狗说话就算了，老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听得懂我们讲话？江女士，您能描述一下您听到的情况吗？我听到有人尖叫，然后是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，很浓的血腥味。后来凶手朝我这边走过来了。您看到凶手的样貌了吗？很不明显吗？我是个瞎子哎。不好意思。蓝色衣服，是个光头，右胳膊上有纹身，我看得很清楚，我的眼睛可尖了，我连他纹身上面有几根毛都数了。我不想知道纹身上面有几根毛，真的不想。我其实不是完全看不见，我是半盲，隐隐约约能看到一点颜色和轮廓。那个人穿蓝色衣服，光头，右胳膊上好像有纹身。好的，那跟我们回警局录一下笔录吧。你好凶哦，你啷个晓得要恁个说？我总不能说是老鼠告诉我的吧？你学的倒挺快，恭喜你已经掌握了当神棍的基本技巧。喂，警局外面有好多纸箱子，我能搬来住吗？不行。就住几天？不行。1天？半秒钟都不行。我是不是在做梦？你没有在做梦，你是真的能听得懂我说话。而且我建议你快点接受这个事实，因为如果这是梦，你的脑子构造也太离谱了。你说话真的很欠揍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但你打不过我。谁？江河。是我，你是？林深，刑侦队的，看到你的笔录，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问吧。你一个盲人，在深夜的巷子里被凶手追杀，所以？但你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凶手穿蓝色衣服，是个光头，右臂纹身。这个人说话听起来好凶。这个人类比前面那个聪明一点，不好糊弄。我是突然失明的，3个月前医生说我的神行筋还有残存的功能，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，我能感知到颜色和大的轮廓。今天路灯很亮，所以我能看到一点。你刚才描述的时候停顿了大概2秒，你是在瞎编吗？别慌，他肯定在试探你。别钻出来。你放心，他看不出来我在你口袋里，我是灰色的。你的安慰非常贴心。我在回忆，毕竟我刚差点被杀，有点后遗症也很正常吧。有道理，早点回去休息，今天辛苦了。我差点露馅儿。没有，你演得很好。大黄，谢谢你，
今天要不是你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你平时喂我那么多肉骨头，那我呢？也谢谢你，你今天超帅。还行吧。走吧，回家。哇，今晚的风好舒服，可以一直这样吗？所以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，我为什么能听懂你们说话？因为你很善良噻，你天天为我们照顾我们，可能是上天眷顾噻。这个答案太敷衍了。可能是因为你瞎了之后，其他感官变强了，强到能接收到我们一直在发出的信号。你的意思是我一直都能听懂，只是以前太依赖眼睛，所以听不到。不算太笨。我倒觉得你是被选中了，就像那个什么天选之人。天选之人，选一个盲人？盲人怎么了？盲人有超能力，你看你现在不就听得到我们说话了吗？我3个月前还在做建筑设计，画图纸跑工地，突然有一天眼睛开始疼，然后看东西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暗，最后什么都没有了。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你现在能听到我们了。所以你们这是在安慰我？那是，我只是刚好路过你的腿。我好饿。我闻到巷口有烧烤的味道。我也闻到了那个孜然味，我可以吃面包蟹蘸孜然吗？我只能给你打包，你在外面桌子上吃饭会吓到别人的。你不要提醒我这么悲伤的事情。走吧，吃烧烤去，我请客。肉骨头，肉骨头，肉骨头。烤鱼不要辣的。知道了，大小姐。月亮好圆啊！等一下，那个是不是江涵？巷口有一辆车停了好久，车上有人，他在看你。哪辆车？黑色那个吗？对，黑色是巷口也停了一辆黑色的车，是不是凶手跟着我们回来了？别慌，先回去。不吃了，回去。我想了一晚上。什么？着火了吗？要吃早饭了吗？怎么了？我觉得昨天那个凶手，他肯定看到我了。他现在可能就在附近蹲点。我如果什么都不做，就是等死。然后呢？所以我要先把他送进去。怎么送？他又不会自己走进警察局说是我杀的人，你们抓我吧。你们帮我找线索，你们看到的东西、听到的东西都告诉我。我要把他绳之以法。我可以叫兄弟们帮忙，巷子里、菜市场、公园都有我认识的朋友。猫姐也有情报网，不过那些家伙不太好说话，得出点好处。什么好处？罐头。行，那个，我也可以叫我的家人帮忙，他们住在下水道垃圾桶底下，几乎每个地方都有。你家人大概有多少？这栋楼大概200个吧，整条街的话，我没数过。几百只老鼠在我脚下，在这个楼里，在我不知道的地方。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谢谢你全家。不客气，我们家很能生的。既然要合作，得定规矩。什么规矩？第一，我是指挥官，狗负责跑腿。凭什么？因为你脑子不好。你行吧。第二，小鼠负责监听和侦查。你们个头小，不引人注意，但别到处乱跑。我不想在这个家里看到你的亲戚。尽量尽量。第三，你负责对外沟通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你自己把握，别把我们卖了。我像是那种人吗？你像那种会被警察套出话的人。谢谢你的信任。兄弟伙些，出来哦！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人类？对，他能听懂我们说话。
真的假的？那我问你，我现在在想什么？你在想我今天能不能蹭到吃的？天哪，他真的能听到！能听到有什么稀奇？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听懂人话，大部分是骂我的。各位，我需要你们帮忙找一个光头男人，蓝色衣服，右臂有纹身，昨天晚上在巷子里出现过。我昨晚在菜市场那边没看到。我在巷子后面的垃圾站也没看到。我看到了，他往北边走了，进了城墩村那片废弃的旧楼区，出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黑色袋子。多大的袋子？这么大，装得下一只猫。毛？也可能是别的东西，我没靠近闻。他身上有铁锈味。铁锈味？是血。黑色袋子很有可能是装凶器和处理证据。你还记得是哪栋楼吗？记得，但我不白干活，我要一个肉包子，老王包子铺的那种。2个。成交。就是这里，老黑说的那栋楼，味道还在，但有点淡了。我能进里面去看看吗？你怕什么？你是老鼠，你怕黑？我不怕黑，我怕里面可能有蜘蛛。一只老鼠怕蜘蛛，行吧。娘娘，你上去蹲点。大黄，你带我在楼下转一圈，闻闻有没有特别的味道。小鼠，你进去，找到东西你就能吹一辈子了。好，为了正义。这里有个穴，但被冲洗过，很淡。能确定方向吗？这边，往楼道里面去了。到这里就没有了。他来过这里就有痕迹，肯定不会只有一条。有线索啦！有线索啦！江，您猜怎么着？哟，你找到什么啦？这个地盘是我三伯家的，三伯说他见过那个人。你还有三伯？我有11个伯。你等一下，我让三伯出来跟你说。哎呀，你这个不孝子孙，居然带人类来我们的地盘！你知不知道你三太娘上个月才被一个穿皮鞋的人类一脚踩死？一脚，就那么一脚，连遗言都没来得及说。现在你让我跟人类合作。三伯，这个人类不一样，他能听懂我们说话，他还给我白糖吃呢。白糖？你就为了几颗白糖，把你全家都卖了？你太爷爷当年在粮仓里什么没见过，一块白糖就把你收买了，我们家的骨气呢？三伯，你先别打我了，这么多人，好丢脸的。这么大一个人类，你想吓死你三爷？那个，三伯您好，我是江河。他真的能听懂？真的，您说句话试试。那我说了，人类没一个好东西。上个月踩死我老婆那个王八蛋，我记了他鞋底的纹路，记了整整3天，打算召集全族去他家厨房开年会作为报复。我很抱歉。哦呦，真能听明白啊！你三伯娘走得早啊！要是他还在，能亲眼看到一个能听懂我们说话的人类，他该多高兴啊！他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被人类听懂，然后好好骂他们一顿。三伯，您别难过了。行了。生意归生意，难过归难过，想要情报就得拿东西来换。你想要什么？一整块方糖，要白的，不要黄的，黄的太甜。你三伯太生前就嫌我血糖高。只要你有线索，我给您买一整袋，慢慢吃。三伯，一整袋方糖啊！咱家多久没见过方糖了？过年都没吃过。都别吵，我思考一下。成交，但要先付定金。前天晚上你们说的那个人来过这里，然后呢？然后就走了。是在玩我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因为他身上当时有很重的血腥味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还让我家小侄子出去看了看。那意思是，你们知道他往哪儿去了？老三，你不是跟着出去了吗？因为这片地方很少有人来了，
所以我还想着能不能跟着他找到一些食物的残渣可以带回家呢。然后呢？结果他往东边去了。你也知道东边除了废弃厂房什么没有，都没有鼠任意待在那里。真是不知道一个人类为什么要去那里。你确定他往东边去了？确定且肯定，我看得很清楚。找到了，那多谢了，你们提供的线索很重要。那是，我们家族做事就是严谨。行了，货已经交了，剩下的方糖记得结一下，如果下次有合作还能找我。对了，那个人类踩死我老婆的王八蛋，鞋底纹路是横条纹加一个圆圈，你要是哪天遇到了，帮我骂他2句。好，一定。你知道你和老鼠做生意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以后你家里会有源源不断的老鼠来找你合作。我现在开始后悔了。没事，至少他们不要肉骨头，不然我得分给他们。那天晚上他在巷子里杀了人，警方来得那么快，周围的监控又密，他能跑掉，说明他对这片区域的监控盲区了如指掌。唯一没有监控覆盖的地方，就是那片废弃厂区。脑子很灵光嘛，但那里太大了，我得确认它具体的位置。我去，我鼻子灵，跑得快，悄悄摸过去问一圈就知道了。你动静大的，连隔壁街的母狗都知道你出门了。那个人杀过人，神经比你还紧绷，你尾巴摇起来的风声都能把它惊走。我尾巴可以不摇嘞。你上次说这话的时候，尾巴快把你的屁股甩飞了。那个，要不我去吧，我个头小，走墙洞就行。人类一般不会注意到一只小老鼠的，就是什么？他会不会踩我啊？我三伯母就是被一脚踩没的，我不想步他后尘。鼠生还有很多梦想没有实现。你放心去，找到人回来我给你加餐，吃的管够。管够？管够。那我要是找到人，能不能再要一块红糖？我从小就好奇红糖是什么味道。我妈说红糖比白糖高贵，只有贵族鼠才吃过。行，红糖也给你。为了吃的，为了红糖，为了鼠族的荣耀。你知道他现在走路的样子像什么吗？像什么？像一个去炸碉堡的敢死队员。小鼠，我会把你的故事讲给其他狗听的。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厂区最中间那栋厂房，他在里面坐在一个生锈的大机器旁边吃泡面，吃的还是红烧牛肉味的，鼠都没吃过。你连味道都闻出来了？那当然，我可是冒死靠近的。好了好了，细节不用这么丰富。然后他把泡面汤倒在地上，我差点被淋到，那可是开水啊！我要是被浇到，你今天就得帮鼠收尸了。小鼠，辛苦了，红糖和白糖都给你。现在先让我打个电话。好嘞。Hi Siri， 拨打林深的电话。江河，林警官，我有线索要提供。什么线索？那天晚上巷子里的凶手，他现在应该藏在东边那片废弃厂区里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眼睛虽然不行，但我对周围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回想那天晚上的所有细节。我把这些信息拼在一起，凶手只能逃往废弃厂房。那片废弃厂区我们排查过。他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，他是本地人，对那一带非常熟悉，知道哪里最安全，没有监控，人迹罕至，一定是最佳藏之处。我敢保证他现在一定在那里。行，我会派人去那边再查一遍。你还挺能编。我这辈子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要对着警察说谎。说谎是不对的。但如果是做好事的话，应该算善意的谎言，对吧？我三伯母说过的，
鼠活一世，有时候也得变通。你三伯母这辈子说过不少话。是啊，可惜都没来得及说遗言。申哥，谁的电话？那个盲人女孩江河，就是那个巷子里被凶手追的受害者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凶手藏在东边废弃厂区，通知兄弟们出警。他一个盲人，怎么知道的？第一次做笔录的时候，他描述凶手特征犹豫了2秒，刚才在电话里说那么多话，反而一个磕巴都没打。总得去看看，有一点线索都不能放过。那是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，一天没抓到，民众就一天不安全。啊？有人在里面。东南角厂房发现生活痕迹，有泡面盒和矿泉水瓶。抓人！申哥 ，DNA 对上了，被害者指甲里的皮屑组织和嫌疑人的 DNA 完全匹配，现场脚印的比对也出来了，鞋码一致，磨损痕迹高度吻合。整理一下证据链，移交司法部门。好嘞。不过申哥，有个事儿我觉得挺神的。什么事？那个盲人姑娘说凶手藏在废弃厂区，还说的那么准，正中间那栋厂房，她一个盲人坐在家里就能知道位置，这推理能力也太厉害了吧！对凶案现场特别敏感，能追踪气息。我去趟江河那儿，你们先整理材料。太好吃了，红糖，这就是红糖。我妈说的对，这是贵族鼠才配拥有的味道。这几天辛苦大家了，大黄负责保护我，娘娘负责统筹全局，小鼠负责侦查，大家都很棒。我其实没做什么了，我就是陪在你身边。你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安全感。谁？我林深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他是来抓我们的吗？我们暴露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别慌，我们又没杀人。林警官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江河，方便进去说话吗？请进。人抓到了，所有证据都对上了 ，DNA、脚印、纹身，包括你之前做笔录时描述的那些细节，全部吻合。那太好了。这案子能这么快破，你的线索起了关键作用。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。但我很好奇，那片废弃厂区很大，10几栋厂房，你怎么知道它在最中间那栋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推理，它需要一个既能遮风挡雨又能方便观察外界的地方。中间那栋厂房视野最好，前后都有退路，是最优选择。是吗？江河有人说过，你撒谎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皱鼻子吗？好吧，林警官，其实我有特异功能。什么？其实吧，我对凶案现场有一种特殊的敏感，或者说，我能追踪某种气息。那天晚上我差点被杀，他身上的气息印在我脑子里了。后来我顺着那个感觉找过去，就确定了位置。我们专业训练过的警犬，大概也就这个水平了。闭嘴！不管你是怎么做到的，结果摆在那里。我代表刑侦队感谢你的协助。另外，我想请你吃顿饭，算是给你压惊。不用了，别推脱，就明天中午巷口那家家常菜馆。那好吧。江河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种特殊能力可能不只能破一个案子？他刚才说你是狗，他的意思是江河的能力和警犬一样有用。再说了，你是一只狗，居然觉得狗是骂人的话吗？那也不能把人比成狗啊，这是对我们狗的侮辱，不对，是对他的侮辱，也不对。我觉得他在夸你们，人类夸人不是经常说你像狗一样忠诚吗？你们狗应该挺高兴的吧？但我觉得江河被冒犯了，所以我不确定我应不应该高兴。唉，你们能不能安静1秒钟？你点的这些还挺特别的。肉骨头是给大黄的，鱼是给娘娘的。你对他们真好。他们是我在这座城市里最亲近的朋友。地上有饭粒，还有一块红烧肉的碎渣，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？你的眼睛，医生怎么说？视神经损伤，目前没有好的治疗方案，可能慢慢恢复，也可能一辈子就这样。下面播报一则寻人启事，我是某高校大3学生陈婉清，于3天前在放学途中失踪。
家属已报警，警方正在全力搜寻。哎，你看电上那个小姑娘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哪个小姑娘？就是失踪那个。对，就是她。我上个礼拜在南郊那个废弃水厂那块看到过，当时她还活着呢，背着个书包。嘘，小声点，旁边有猫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这个失踪的案子，你们派出所有人参与吗？这是隔壁分局的案子，我们这边不管。怎么了？你信不信，我对失踪案也能有点感觉？你刚才听了新闻就有感觉了？不开玩笑，你如果信我，让我试试。不过我需要你配合一下。怎么配合？你先去外面等我5分钟，我自己在包厢里待一会儿。一个人在这里待着就能有线索？我的方式比较特殊，有人在旁边会干扰我。5分钟后我进来。小鼠，你去问问他们刚刚在聊什么。鼠不去，他们长得跟鼠不太一样，凶神恶煞的，鼠会被打的。瞧你没出息的样，我去。猫！是猫！我早说小声点啊！完蛋了！你们刚才说在电视上见过失踪的那个女孩，这人类能听懂我说话？别大惊小怪的，回答他。对，上个礼拜我去南郊废弃水厂找吃的，看到一个姑娘和电视上那个长得一样。她当时在打电话，好像在和谁吵架，说什么再逼我，我就把你的事抖出去，然后就挂了电话，往水厂东边走。后来呢？那个男人长什么样？戴着帽子，我没看清脸，但是他下车的时候，我闻到他身上有汽油味，很难闻。你还记得具体位置吗？水厂东边有个废弃的沉沙池，平时没人去，那个男的车就停在沉沙池外面。南郊废弃水厂，沉沙池，黑色轿车，汽油味。江河，那个警察回来了。谢谢你们，这是报酬，以后有消息让娘娘找我。我的天，人类给老鼠送吃的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你掐我一下。你咬我干嘛？疼就不是梦。别在这里谈恋爱了，抱着面包赶紧走，下次看到我绕路，不然就算有消息，我也照样追你们。5分钟到了，有结果吗？南郊废弃水厂东边的沉沙池，那里可能有线索。拿铲子来。这是失踪者陈婉清的书包，家属报失的时候说过，书包上有个猫花架。扩大搜索范围，以沉沙池为中心，半径200米。申哥，西南角废弃炮房里发现一个地下室入口。水，给我水！找到人了，叫救护车！谁把你关在这儿的？我不认识他，他说他是我爸的朋友，我上车之后就晕了，醒来就在这里。他要我承认我偷了什么东西，我说我没有，他就打我，后面我就不知道了。把沉沙池外面的轮胎印拍照取证，调取水厂周边3天内的所有监控，马上查陈婉清失踪当天下午进出这条路的黑色轿车。人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再晚去1、2天，可能就脱水昏迷了。上次废弃场上你说推理，这次水厂沉沙池你说感应。江河，一个人不可能连续2次靠感应锁定到这么精确的位置。也许我运气好。你运气好到知道有一个沉沙池，知道陈婉清被关在哪儿，连我们专业的搜救队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排查到的位置，你5分钟就知道了。江河，我知道你不是普通人，虽然你遮遮掩掩，但事实摆在那里。我不是来揭穿你的，我是来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愿不愿意协助警方？你是说一个盲人协助警方？盲人怎么了？你2次提供的关键线索比我队里任何一个人都准确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用特别顾问的身份把你推荐给刑侦队。你推荐一个看不见东西的人去破案，你上面的人能同意？上面的事我来处理，我只问你愿不愿意。答应他，
这样我就不是普通流浪狗了，我是警犬预备役，我有编制了。你那个脑子当警犬，第一天就得被开除。我觉得可以试试，反正警方又不知道我们的存在，你只管装神弄鬼，我们干活。好，我愿意。那明天来报到。事先声明，我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奇怪。你能做到5分钟找到失踪人口，我就没把你当一个正常的普通人。哇，好多人啊！闭嘴！哇，我是警犬了哎！蠢狗，说他没说你是吧？林深，你说要推荐的特别顾问就是他？是。江河，22岁，3个月前因视神经损伤导致半盲，目前无业。上个月巷子凶杀案的受害者，老林，你给我一个理由。他能抓住我们抓不到的线索。巷子那个案子，他提供的信息直接帮我们锁定了凶手的藏之处。昨晚陈婉清绑架案，是他告诉我南郊废弃水厂沉沙池的具体位置。说到这个，我正想问，陈婉清绑架案是隔壁分局的案子，我们都没接到协作请求，江小姐怎么知道的？我那天在吃饭，新闻上播了，我觉得那个案子有问题，就跟林警官提了一句。看个新闻就能推断出案发地点。江小姐，你做笔录的时候说自己不是全盲，能感受到颜色和轮廓，但隔着电视信号感受到具体案发地点，这不合常理吧？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，但我就是靠感知，对案件现场的感知，说悬一点，就像一种直觉。我没办法用科学解释，但我确实做到了。我们刑侦工作讲究证据、逻辑和可复现的破案流程。你这种直觉如果时灵时不灵，那就没意义。所以林警官才说让我试试，如果帮不上忙，我自己会走。王队，巷子凶杀案差点变成悬案，陈婉清再晚1天可能就脱水死亡。这2个案子如果没有江河，后果都比现在糟糕。我来承担风险，如果出了问题，我负全责。行，你说到这份上了，江河，你暂时作为林深个人邀请的顾问参与案件，没有正式编制，行动要报备，信息要留档。如果发现你有隐瞒线索或者妨碍办案的行为，立刻终止合作。明白，谢谢王队长。你那条狗记得打疫苗，警局里不能有无证犬。他是在夸我对吧？他说的是警局里不能有无证犬，说明我已经是警犬预备役了。他说的是流浪狗不能进警局，你别给自己加戏。我们合作之前总要先让你展现一下能力。既然你说你对现场敏感，那如果要你发挥这种能力，需要什么条件？带我去最近的一起案子现场，越新鲜的越好，我需要实地感受。正好，昨天东城区发生一起入室盗窃，你可以试试手。好，不过到了现场，我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，身边不能有人。又是不能有人在旁边干扰。对，我个人的小习惯。行，我到时候在门口等你，走吧。咱们现在算是吃公粮了。你也太容易满足了，甚至还没有吃到一根骨头。精神的骨头也是骨头。就是这里，我5分钟后来接你。大黄，你在门口守着，有人来了提醒我。保证完成任务，我现在是有编制的狗了，这是组织交给我的第1项任务。组织还没给你编制，你别自己先入血。娘娘，这屋子里有没有什么小动物？有蜘蛛，天花板东南角2只。你们好，能下来聊聊吗？这个人类是在跟我们说话。不可能，人类看不见我们，更听不懂我们说话。他只是在自言自语。我没有自言自语，我确实能听懂你们说话。我需要你们帮个忙。他真的能听懂？别激动，万一是假的呢？人类的把戏多得很。这家昨天被人偷了，你们一直住在这块天花板上，肯定看到了吧？我们是看到了，但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知道我上个月辛辛苦苦织了3天的网，被这家的男主人一棍子捅了个稀巴烂吗？我可以帮你在墙角重新织一张网，那里不容易被扫到。墙角？而且下次我来带一只小飞虫给你们。墙角确实比天花板中央安全，而且他说带小飞虫，行吧？昨天下午来的那个小偷，不是一个人，戴着黑口罩，在这间屋子里翻东西。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站在门口望风，年轻的那个说：“大哥，这家人没现金啊，就几件首饰。”门口那个说：“别贪，拿值钱的就走。”楼下老刘还在车上等着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临走前，年轻的那个还用客厅的电话打了个电话，说什么老地方见，老地方见。
还有第3个人在车上接应。对，车牌我没看清，但车上有个外卖保温箱，我以为是送外卖的。江河，那个警察回来了，大概还有10秒到达战场。谢谢你们，小飞虫下次一定带。5分钟到了，有收获吗？3个人团伙作案，一个年轻人在屋内翻找，一个人在门口望风，还有一个嫌疑人应该在楼下车上接应。他们的车上有外卖保温箱作为伪装。你进去5分钟，知道了嫌疑人数量、分工还有伪装方式。我干刑侦8年，没见过这样的现场勘查效率。我说了，我对现场比较敏感。你是不是偷看卷宗了？我是个盲人，怎么样？足够证明我的能力了吗？江河，欢迎你加入我们。江小姐5分钟之内得到的线索，居然和我们调查了3天的信息完全一致。申哥，你不会把卷宗念给他了吧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为我之前的不礼貌道歉。好了，都去做自己的事儿吧。真行门，跟警犬成了同事。他又骂你是狗，不对，他骂的是警犬，也不对，警犬是狗。算了，我不理了，这道题太难了。你的逻辑链从来没超过3环。那个，我弱弱的问一句，警犬是夸人还是骂人？对狗来说是夸奖，对人是形容，对你是没关系。好的，我就当没听见。城西河道浮尸案，死者李云，32岁，某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，死亡时间初步判定在上周五晚10点到凌晨2点之间，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颈部有明显勒痕。尸体被抛入河道，3天后才被晨练的市民发现。第一现场呢？没找到，抛尸地点沿河搜索了2公里，没有任何打斗痕迹。死者生前最后出现在公司楼下，晚上9点40分打卡离开，之后就断了线索。他手机呢？关机了，最后定位信号消失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，但我们在他家里没发现任何异常，门锁完好，屋内没有翻动痕迹。死者的人际关系呢？李云是单身独居，社会关系简单。同事说他性格温和，没有仇人。目前正在查他的客户名单。他是审计师，可能是工作上的问题。工作上的问题应该不会用勒死这种极端方式吧？江小姐有什么高见？我没有高见，只是觉得这个案子很棘手。第一现场找不到，抛尸地点没有目击者，死者人际关系简单，手机线索也断了，这是典型的无头案，所以才需要你。江小姐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没别的意思，但这个案子确实很棘手，我们队里几个老刑侦都头疼。你真的有把握？刘警官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盲人来参与凶杀案调查很离谱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没关系，换我也觉得离谱，但林警官信我，我想试试。行，那我跟你道个歉。之前在会上我说你跟警犬成同事，话不好听。你现在才觉得不好听？蠢狗，他在道歉，你闭嘴。没关系。警犬也是我们的同事，对吧？他说我是同事，你听到了吗？同事，同事是同事。你现在的表现就很不像同事，像一只摇尾巴的狗。我本来就是狗。就是这里。尸体被发现的时候，卡在河岸的芦苇丛里，面朝下。林警官，我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。知道，我去车上等你，10分钟够不够？够了。那你小心点，有什么事大声喊我能听得见。谢谢。大黄，沿着河岸闻一圈，找找有没有特殊的气味。娘娘，你去附近看看有没有流浪猫或者别的动物，问问有没有目击者。小鼠，你进芦苇丛看看，有没有什么东西藏在泥里。收到，紧急预备役，大黄出警。这边有味道。什么味道？淤泥的味道太重了，但我闻到了一点点香水味儿，很淡，不是河水里该有的，是花香型的。
在这边。这个人类怎么带着狗来河边钓鱼的？不对呀，他没带鱼竿。你好，能跟你打听点事吗？你能听懂我说话？他是天选之人，就是能听懂所有动物说话。我活了3年，第一次见到这种。3天前，这河边发现了一具尸体，你当时在附近吗？我天天都在这片水域巡逻，方圆3里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。你说的是不是那个被人从桥上扔下来的女人？你看到了？看到了。天晚上月亮很亮，我正在芦苇丛里睡觉，被汽车的声音吵醒了。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桥上，停了大概5分钟，然后一个男人下车，从后备箱里拖出一个人。对，那个人已经不动了，手臂垂着。男人把他从桥上推下来，掉进水里，然后开车走了。你看清那个男人的脸了吗？桥上有路灯，但他在暗处，我只看到他穿着深色外套，戴着手套。车牌号呢？我不认识数字，但车尾有一个图案，是蓝色的，像鸟展开翅膀。蓝色翅膀图案，那是某个汽车品牌的标志。那个图案是不是像一个字母 H？ 字母是什么？我们鸟不学这个。那个图案是对称的，两边展开。对，中间的竖条比较长，两边是对称的。轰的，白色本田轿车。问了一圈，这只猫说那天晚上闻到了奇怪的味道。稀奇啊，能听懂我说话。你闻到了什么？汽油味和香水味混在一起。那个香水很冲，不像女人用的，是男人用的古龙水。我在这附近从来没闻到过。你还记得别的吗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因为我可以让你从今往后都抓不到老鼠。行，那个男的，开车的那个，扔完东西之后在桥头停了一会儿，我听到他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了一句搞定了，东西都处理干净了，然后才开车走了。白色本田轿车，男性，用古罗水，戴手套。江河，我找到了一个东西。你看，我在芦苇根部找到的。这是什么？透明的塑料片。这是工牌，上面有很淡的香水味，和花猫说的古龙水味道一样。凶手在抛尸的时候，身上的工牌被芦苇刮掉了，他没注意到。江河，怎么样了？有什么发现吗？这个案子应该是熟人或者职场关系。凶手是男性，有车，白色本田。你10分钟怎么得出这么多？你上次说我的效率和警犬一样，这次怎么说？这次你比警犬快多了。他什么意思？我难道不快吗？我鼻子很新嘞。人类夸人的时候，总是要通过贬低另一种东西，习惯就好。你怎么确定是白色本田？因为河里的水鸟看到了。什么？水鸟的迁徙路线和本地鸟类活动范围也是推理的重要参考。你不研究这个，不懂很正常。行，我记下了。你怎么不把碎片交给林森？还不能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跟这个案子有关，万一不是，就扰乱查案方向了。Bingo， 一块碎片上的字，我看着像云字。不对，我也不认识字，就是感觉像。我以前在一户人家的字典上爬过，看到过云这个字，当时我还在上面拉了。好了，说重点。就是有点像云字，也可能是别的字，我毕竟没上过学。凶手身上有鼓楼水味，工牌碎片上有同款香水味，这大概率就是凶手本人的工牌。凶手作案的时候还带着工牌，说明可能是在公司或者某个工作场合和死者发生冲突，失手杀人后抛尸灭迹。那直接去死贼公司查不就行了？但林深说死者人际关系简单，同事里没有明显嫌疑人，这个人一定伪装得很好。查到了，死者公司所在的写字楼停车场，案发当晚有一辆白色本田在11点12分离开，车主叫赵明，32岁，是死者隔壁部门的同事，两人平时没有直接业务往来。
古龙水。你怎么知道他用古龙水？推断的。开白色本田，32岁，单身男性，注重形象管理，用古龙水很正常。赵明名下有一套公寓，离案发现场3公里。明天上午我们去他家做例行询问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好。去凶手家？正好，他们家肯定有猫。人类可能会说谎，但猫不会。你怎么知道他家有猫？因为用古罗水的男人通常需要一个活物来显得自己还有人情味儿。狗太闹，他养不起，多半是猫。明天都打起精神。林警官，该说的我在电话里都说了。李云出事那天晚上，我在家，哪儿也没去。你的车在当晚11点多离开了写字楼停场，监控拍到了。对，我加班到11点，然后开车回家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的回家线路经过城西河道，那是从公司到我家最快的路线。你们不会因为一个人开车经过河道就怀疑他杀人吧？你们是跟那些人类一起来的？那个瞎子也是警察，警队现在招人这么随便。他是特别顾问。哦，顾问，就是那种没什么本事，靠关系进去的吧？他可比你聪明多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纯种波梭猫，有血统证书的。我祖上3代都是赛级猫。你呢？你一看就是流浪猫，毛色杂，尾巴细，身上还带着外面的土味。娘娘，别冲动。你说的对，我是流浪猫，但你吃的猫粮、用的猫砂、住的猫爬屋，都是你那个杀人犯主人给你买的。他杀了人，你以为你能干净到哪儿去？你说什么？我主人没有杀人。他有没有杀人，你心里清楚。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，身上是什么味道？衣服上有没有血迹？你有没有闻到不属于这个家的味道？我不记得了。你在撒谎。娘娘好凶，我第一次见娘娘这么凶。娘娘生气了，真的生气了。上次她这么生气，还是我不小心吃了她的鱼罐头。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如果你的主人真的杀了人，你还护着他，那你就是在包庇。可他对我很好，他每天都给我梳毛，给我买最好的猫粮，晚上还让我睡他枕头旁边。他对你好，不代表他没做过坏事，不是吗？他那天回来是凌晨1点多，外套袖口上有血，他就把衣服装进黑色垃圾袋，扔到楼下垃圾桶了。警官，我劝你别把精力浪费在我这里。我每个月交税，难不成就是为了养活一群怀疑我是杀人犯的警察吗？赵先生说话还真是不客气。林警官，没有别的事，就请吧，慢走不送。林警官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发现？赵明楼下北边的绿色垃圾桶，里面可能有沾血的衣服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快去。这个小区垃圾1周清一次，现在去找还来得及。让大刘和小周去找，你继续拖住他。大刘，带人去兆明公寓楼下北边回收站绿色垃圾桶，找一个黑色垃圾袋，里面可能有衣物，马上。我这猫平时怕生，今天倒是不怕你们。猫是有灵性的动物，它们知道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。谢谢你，虽然你是流浪猫，但你比我勇敢。不用谢，以后如果没地方去，来找我，我家仆人也很厉害的。
赵先生，再问你一个问题：上周五晚上你穿的哪件外套？不记得了，大概是那件灰色风衣吧。灰色风衣还在吗？送洗了。赵先生，看来你得跟我们回一趟局里了。血迹 DNA 和李云的完全匹配，工牌碎片上的指纹和你的指纹一致。白色本田的 GPS 记录显示，你的车在上周晚11点23分停在城西河道桥面上，停留时间9分钟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，他来找我说审计报告的事，说我帮他做的账有问题，我们吵起来了。他威胁要举报我帮客户偷税，我一时冲动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没呼吸了。一时冲动，你把他勒死后抛尸河道，回家用古龙水掩盖气味，扔掉衣服，第二天照常上班，这些不是一时冲动能做到的。怎么样？招了。那就好。你是怎么知道工牌碎片的事的？还有垃圾袋的位置？我要是说猫告诉我的，你信吗？江河，你身上有太多我解释不了的事，但既然不想说，我也不追问了。谢谢你不追问。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真的相信你吗？什么时候？上次在水厂，你说沉沙池的时候，那个位置太准了，准的让我觉得你不是靠直觉，是亲眼看到的。然后我想起你说过你不是全盲，也许你看世界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。确实不一样。有泥土的味道，这里让我想起了老家，虽然我老家在隔壁街的下水道。你来了2周，我们破了3个案子，以前得花特别多功夫。我彻底服了，江河，你就是行走的破案锦鲤。锦鲤，它又不是鱼，它是人。人类的比喻你不用深究，可我脑子转不过来。有件新案子，但这次和凶杀无关。什么案子啊？城东几个社区最近频繁有流浪猫狗失踪，已经有10几起了。居民以为是有人投毒，但没找到中毒迹象。动物保护协会报的案，分局那边人手不够，把材料转过来了。流浪猫狗失踪。林警官，这个案子我接了。你确定？这种案子没什么线索，而且失踪的只是流浪动物。他们不是只是流浪动物，他们是我的朋友。你全权负责，需要人手跟我说。江河，失踪的那些会不会有我认识嘞？不管认不认识，都得找回来。我这就去叫3伯，还有我11个伯，还有所有能动的张鼠。下水道、垃圾桶下面，我让他们全部出动。来吧。小动物稽查队，出发。